帝国的诞生，英国如何从百年战争的废墟走向世界霸主？欢迎光临深邃视野，我是您的历史导航员劳伦斯星辰。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聊过德意志的千年统一之路，谈过英法残酷的百年战争，也聊过欧洲六大语言背后的权力游戏。今天，我们要把目光转回这个曾经日不落的帝国——英国。这个故事从1453年说起，那一年，英法百年战争终于画上了句号。英格兰失去了在欧洲大陆几乎所有的领土，退回到不列颠岛上那个偏居一隅的边缘国家。当时的欧洲人看一眼欧洲地图，根本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北方野蛮民族的小小岛国，会在300-400年后崛起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全球帝国。从百年战争的废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霸主地位，英国这一路走得既漫长又惊心动魄。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崛起的故事，更是一场关于制度创新、海军霸权、工业革命和全球扩张的四重奏。今天，我们就沿着这条400多年的霸权之路，一步步拆解英国是如何破局而出的。第一章：都铎王朝、王权与议会的第一次博弈。百年战争结束后，英格兰满目疮痍，国库空虚，贵族势力膨胀，王权虚弱。直到1485年，兰开斯特家族的远亲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斯战役中击败理查三世，登上王位，开始了都铎王朝的统治。这是英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亨利七世一边通过联姻将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红白玫瑰合二为一，一边用铁腕手段打压贵族，充盈国库。他建立了一个高效的王室行政体系，中央集权下的君主专制逐渐成型。到了他的儿子亨利八世，事情变得更加戏剧化。一场离婚引发的宗教革命，亨利八世的王后凯瑟琳无法为他生下男性继承人，他想要离婚再娶，但罗马教皇拒绝批准。当时的教皇正受制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而查理五世恰好是凯瑟琳的外甥。亨利八世的离婚诉求被卡在教皇那里，动弹不得。亨利的回应震惊了整个欧洲。从1529年到1536年，他通过一系列法案切断英格兰教会与罗马教廷的联系，自任英格兰教会最高首脑，没收了修道院约200万英亩的土地，并廉价出售给新兴资产阶级，建立起独立的英国国教圣公会。他没有改变天主教的基本教义，但教会必须服从国王这个原则的确立，标志着英格兰从罗马帝国的宗教体系中彻底抽身。亨利八世去世后，他的幼子爱德华六世在摄政团辅佐下进一步推进了新教改革。但爱德华六世早逝，亨利八世的长女玛丽一世即位。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新教徒发起了残酷镇压，300多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史称血腥玛丽。伊丽莎白时代，童贞女王的黄金岁月。玛丽一世去世后，继承王位的是她的异母妹妹伊丽莎白一世。她的统治长达近半个世纪，1558至1603，被后人称为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伊丽莎白一世既不是狂热的新教徒，也不是狂热的天主教徒，她选择了中庸路线。1559年再次确立至尊法案，重塑英国国教会在教义、仪式和组织上的独特定位，既保持新教的核心思想，又保留一些天主教仪式，最大程度地团结了各派力量。在外交上，他巧妙地在法国和西班牙两个大国之间周旋，避免英格兰被卷入毁灭性的战争。当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派出无敌舰队入侵英格兰时，英国海军在英吉利海峡迎头痛击。这场1588年的海战中，英格兰以小博大的胜利，不仅挫败了天主教的威胁，也极大增强了英格兰的民族自豪感。伊丽莎白一世终身未婚，创造了童贞女王的神话，以我嫁给了英格兰的姿态，强化了君主与国家的融合。正是在她的时代，出现了莎士比亚、斯宾塞、培根等一大批文化巨匠，英语文学和戏剧蓬勃兴起，伦敦成为欧洲文化的中心之一。但伊丽莎白一世没有子嗣。1603年她去世后，都铎王朝终结，苏格兰的斯图亚特家族入主英格兰，也把苏格兰王室与英格兰王座绑在一起。第二章：斯图亚特王朝、王权与议会的大决战。斯图亚特家族和都铎家族不仅有亲戚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血脉相连的。他们都拥有来自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 1312至1377的共同血缘，是名副其实的远亲。斯图亚特家族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之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并非直系祖先后代关系，而是通过后代的婚姻与继承形成的旁系血亲。
具体来说，爱德华三世金雀花王朝有个著名的儿子叫冈特的约翰 （John of Gaunt），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的孙女琼·伯福特嫁给了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也就是斯图亚特王朝。从此，詹姆斯一世及以后的所有斯图亚特君主，包括苏格兰的詹姆斯二世到詹姆斯五世、玛丽女王，都流着爱德华三世的血。和斯图亚特家族一样，都铎家族也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后裔。不过，二者的继承路径截然不同，其中都铎家族的血缘连接点甚至更关乎整个王朝的合法性根基。都铎家族的血缘同样来自冈特的约翰，但并非源自父系姓氏，而是完全通过母系女性血脉继承而来。约翰作为爱德华三世的第三子，也是兰开斯特家族的创始人，其庞大的势力成为日后亨利、都铎争夺王位的军事与政治基础。他和情妇凯瑟琳·斯恩福 （Catherine Swynford） 生育了4个私生子女，统称为伯福特家族 （House of Beaufort）。约翰·伯福特是冈特、约翰与凯瑟琳的长子。虽然他是私生子，但父母在他25岁时正式结婚，后来在1396年由教皇和国会特许合法化。这支血脉一直传到了他的孙女玛格丽特·伯福特 （Lady Margaret Beaufort），伯福特家族的唯一继承人。她嫁给了埃德蒙·都铎 （Edmund Tudor），她的母亲是法国公主英王亨利五世的遗孀凯瑟琳·瓦卢瓦 （Catherine of Valois），因此她成了亨利六世的同母异父弟弟。这使得都铎家族获得了直接的皇室庇护和爵位，而他们的儿子就是都铎王朝的开创者亨利·都铎，这是都铎王朝君主王位合法性的真正来源。虽然伯福特家族被合法化，但其家族在确认其合法地位时附带了一条关键法令，他们被排除了王位继承权。从严格的法律角度看，亨利·都铎是没有资格成为国王的。经过血腥的英国30年玫瑰战争这场权力的游戏，兰开斯特家族男性决嗣，他作为血缘最近、实力最强的候选人，凭借武力夺取了王位，并以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这一方式，将红白玫瑰合体，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王位内战。关于这段历史，请参照我们前期的视频。尽管存在合法性瑕疵，但都铎王朝的血脉确实流着爱德华三世的血。他们的胜利本质上是英格兰王权从血统决定向实力至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历史上，这种关系通过一次关键的联姻得以巩固，并最终决定了英格兰的王位继承。两家族关系的关键在于一次重要的政治联姻。1503年，都铎王朝的开创者亨利七世将他的长女玛格丽特·都铎嫁给了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斯四世。这次联姻的战略意图很明确，为都铎王朝的后代留下血脉，以防英格兰出现王位继承危机。1603年，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她终生未婚，也没有留下任何继承人。这时，玛格丽特·都铎的血脉发挥了作用。根据王位继承法，拥有都铎王室血统且信仰新教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成为了英格兰王位的第1顺位继承人，他是玛格丽特·都铎的玄孙，于是他顺利继承了英格兰王位，称詹姆斯一世。这次权力交接标志着都铎王朝的终结和斯图亚特王朝在英格兰统治的开始。如今，斯图亚特王朝作为一个统治家族，虽然已经结束，但其血脉并未断绝。都铎和斯图亚特的血统通过后代的联姻，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英国王室。已故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便是亨利七世的第14代曾孙女，因此可以说，都铎的血脉至今依然流淌在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等王室成员的身上。詹姆斯一世认为，国王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议会无权干涉王室事务。他憎恶英国的清教徒，希望进一步纯洁教会的新教徒派，下令将圣经翻译成英文，以统一信仰。钦定版圣经，也就是今天赫赫有名的 King James 版本圣经，是英国宗教史上的里程碑，但他在政治上的固执与议会产生激烈冲突。他解散议会，不经议会同意抢征税款，把火药阴谋的主谋处以极刑，却激起更多天主教徒对王权的不满。查理一世从忍让到决裂。詹姆斯一世去世后，他的儿子查理一世继承了王位，而且继承了父亲的君权神授执念。查理一世与议会的冲突持续升温，从征税到宗教事务都难以达成共识。1629年，查理一世直接下令解散议会，此后的11年里，他实行个人统治，依靠征收传税等封建特权筹措军费，却把英格兰贵族、商人阶层得罪了个遍。
更致命的是，查理一世试图在苏格兰推行英格兰国教会的祈祷书，苏格兰人激烈反抗，并组建了一支军队南下。查理一世无力支付军费，被迫在1640年重新召开议会，被迫拨款。这个几乎被遗忘11年的议会不仅拒绝批准军费，还通过了3年法案，规定议会每3年必须召开一次，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解散议会，将王室多项封建特权强行纳入议会管辖范围。英国内战，用剑来说话。1642年，查理一世亲自率领一支武装冲进议会，试图逮捕5名反对派领袖。他扑了空，但这次行动彻底越过了底线。查理一世向北撤离，在诺丁汉宣布组建王军，议会随即组建议会军，英国内战正式爆发。战争初期，议会军接连失利，转折出现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崛起。他组建了铁骑军和新模范军，以严格的宗教纪律和卓越的组织纪律闻名。1645年纳西比战役中，新模范军彻底击溃王军主力，查理一世逃离战场后落网。议会派与国王反复谈判无果。1649年1月，由议会专门设立的法庭以叛国罪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认定他是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国家的敌人，并判处死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国王被自己的臣民以法律程序处决，轰动了整个欧洲。很多人讲历史上法国革命是比较激烈而残酷的，事实上英国的残暴从玫瑰战争开始时就比法国领先得多。共和国与护国公时期，查理一世被处决后，英国宣布为共和国，上议院被取消，君主制被废除。克伦威尔率军征服了爱尔兰和苏格兰，把不列颠群岛第一次完全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但共和国的理想终究敌不过铁腕。1653年，克伦威尔解散议会，自任护国公，建立军事独裁。他的统治依赖军队，不断推行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禁止赛马、戏剧，甚至圣诞节的庆祝活动，激起了广泛不满。克伦威尔死后，他的儿子理查德软弱无能。高级军官和议会中的保守派一致认为，除了复辟君主制，谁也稳不住这个分裂的国家。第3章，复辟与光荣革命。大宪章之后，又一次宪法革命。1660年，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被迎回伦敦，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他恢复了国教会和主教制度，上议院也重新成立。表面看来，克伦威尔时代的一切都被推翻了，但查理二世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激进地与议会对抗。他在外交和宗教问题上小心翼翼，不愿让议会有理由再次翻脸。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则完全不同。詹姆斯二世公开宣布自己皈依天主教，并大力提拔天主教徒担任军官和行政职位。议会反复要求他放宽限制，都被他置之不理。1688年，詹姆斯二世的第2个妻子生下一名儿子，这意味着英国将迎来一位天主教君主世世代代统治下去。议会中的辉格党人联合部分托利党人秘密向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威廉三世发出邀请。威廉是300万人口荷兰共和国的实际统治者，也是欧洲新教阵营的主要领袖。他带军登陆英格兰，詹姆斯二世发现难以组织抵抗，在1688年12月匆忙逃往法国。1689年2月，威廉和玛丽，詹姆斯二世的长女，也是一名新教徒，共同登上王位，史称光荣革命，一场几乎没有流血就被完成的政权更替。作为威廉和玛丽登基的条件，议会为他们准备了一份新的登基合同，历史上著名的权利法案。它规定了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终止法律，不得征收税赋，不得在和平时期维持常备军，议会选举必须自由，议员在议会中的言论不受国王追溯。更重要的是，他确立了王在法下的原则，国王的权力不再是神授的绝对权力，而是由法律和议会授予的有限权力。权利法案标志着君主立宪制在英国正式确立，政体从君主专制演变为国王、上议院、下议院3权混合的贵族宪政。专制王朝已被斩断，代之以议会至上的新政治秩序。光荣革命被后世视为英国式的革命，不斩首，不屠城，只换合同。英国终于走上了一条文明之路。1690年，约翰·洛克发表了《政府论》下篇，用哲学语言概括了光荣革命的合法基础。政府的存在是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如果政府违背这一目的，人民有权推翻它。英国从此在思想和制度2个层面成为欧洲自由的代名词。1701年，议会通过了王位继承法，规定英国王位只能由新教徒继承，
并确立了议会选举产生的法官独立于国王任命的原则，进一步削弱了王权。对比一下同一时代一言九鼎的三宫六院的中国皇帝，奢华建设凡尔赛宫的法国波旁王朝，英国正在成为新的世界之光。第4章，不列颠的诞生，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姻。光荣革命后，英格兰和新教为主导的苏格兰在政治上已经步调一致，但在法律、货币、贸易等方面仍然各行其事。苏格兰试图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达连计划在巴拿马地峡建立殖民地。这个计划遭到西班牙的打击、热带疾病和物资匮乏的毁灭，导致苏格兰损失了约占当时国家总货币供应量1/4到1半的巨额资金，财政濒临崩溃。苏格兰的贵族们意识到，要想弥补达连惨败的窟窿，唯一的出路就是与英格兰合并，获得英帝国的贸易特权。经过漫长的谈判，1706年至1707年，两国议会分别通过了联合法案。1707年5月1日，英格兰王国与苏格兰王国正式合并为大不列颠王国。苏格兰保留了自己的法律体系和长老会教会，但放弃独立的议会和外交权。从此，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政治、经济命运被彻底绑在了一起，开启了日不落帝国的正式起点。1801年，爱尔兰王国也通过1800年联合法案，并入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国号正式确立。第5章，7年战争与日不落帝国的奠基石。光荣革命后，英国已经在欧洲舞台站稳了脚跟。18世纪是英国与法国角逐全球霸权的世纪，在北美、印度、加勒比海和西非，两国争夺着殖民地、贸易航线和战略据点。1756年至1763年的7年战争是世界上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战场跨越北美、欧洲、亚洲和非洲。在北美的战场被称为法国印第安人战争，英军与北美殖民地民兵并肩作战。在印度，罗伯特·克莱伍率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中击败了亲法国的孟加拉纳瓦布，英国实质上控制了这个富庶的印度省份。在欧洲，普鲁士成为英国在欧陆的雇佣军，牵制着法国和奥地利的主力，而英国提供巨额军费，并派出海军封锁法国海岸线。1763年，巴黎合约签署，法国把加拿大和密西西比和以东的北美领土割让给英国，并从印度撤出大部分军事力量。英国从西班牙手中换来了佛罗里达，全球殖民地版图惊人扩张。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自豪地说，美洲的征服是在德意志完成的，这标志着英国第一次以全球视野打赢了第一场世界大战。7年战争的胜利确立了英国作为最强大殖民帝国的地位。英王乔治3是把不列颠和帝国这两个词连接起来。诗人埃拉斯摩·达尔文，他也是查尔斯·达尔文的外祖父，为英王献诗道：不列颠，用你的舰队碾压全世界的暴君吧，你将升起灿烂的帝国，日落时仍将辉煌。日不落帝国的标签开始被贴在英帝国身上。大英帝国是以世界人民的解放者的姿态开始扩张其版图的。第6章，美洲殖民地的失去，帝国最大的一次退步。7年战争的胜利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副作用。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英国议会在1765年通过印花税法案，企图从北美殖民地榨取更多财政收入。殖民地的代言人怒吼：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殖民地在议会没有任何席位，根本无权被征税。随着汤森法案和查税法陆续出台，殖民地的不满不断升温。1773年12月，波士顿的自由之子成员伪装成印第安人，把342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倒入港口，史称波士顿清查事件。英国议会毫不退让，通过了强制法案，封锁波士顿港口，残酷镇压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自治权。北美13个殖民地于1774年组建第一届大陆会议，开始秘密武装。1775年4月，列克星敦枪声打响。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宣告诞生。英军虽然在战争初期占领纽约和费城，但1777年的萨拉托加大捷让法国看到了机会，正式与美方结成军事同盟。1781年约克镇战役后，英军主力投降。1783年巴黎合约签订，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这是英帝国第一次重大的殖民挫折，但它没有让英国一蹶不振。英国很快就调整了战略重点，丢掉北美，把精力转向东方。第7章，工业革命，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就在丢失北美殖民地的同时，一场改变整个人类命运的变革正在英国悄然发生。
咱们先来看看棉纺业的蝴蝶效应。工业革命并非从天而降，英国就是靠着科技强国成为超级大国的。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棉纺织业已积累了大量熟练工人和资本。1733年，约翰·凯发明了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速度，导致纺纱跟不上节奏。1764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使纱线的产量成倍飙升。1769年，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用机械动力取代人力，标志着真正的工厂出现了。这就是当年的高科技产业。最关键的一步是詹姆斯·瓦特完成的。瓦特改良的蒸汽机解决了动力源稳定性问题，不再受限于河流和水势，可以将工厂建在任何地方，这使得城市化进程迅速扩张。1785年，瓦特的双作用式蒸汽机正式投入商用，热效率大幅提升。工厂开始从乡村山谷迁往伯明翰、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重镇，烟雾和烟囱成为新时代的标志。铁路开启的速度革命。1814年，乔治·斯蒂芬森制造了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车。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公共铁路斯托克顿达灵顿铁路正式通车。1830年，连接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铁路开通，标志着铁路时代的全面开启。从几公里的时速到后来几十公里的时速，陆上交通实现了几千年来最猛烈的飞跃。工业化的社会后果，经济结构被颠覆，棉纺织业、煤炭业、钢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手工时代的分散生产被集中化的工厂体系取代。曼彻斯特从一个小镇成长为棉都，伯明翰变成金属加工厂。工业无产阶级迅速壮大，传统的农民以惊人的速度涌入新兴的工业城市，大大的提高的 GDP 的总量。但是经济的发展也伴随着阶层的变化，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每天工作14到16小时，童工现象遍地。空气污染、住房短缺、传染病肆虐成为早期工业城市的标配。自由贸易为世界工厂打开全球大门。随着工业品产量爆棚，英国商人需要在全球市场销售商品，同时需要最低廉的原材料进口。长期以来，重商主义政策遗留的谷物法阻碍了粮食和原材料的自由贸易。工业资产阶级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1846年，罗伯特·皮尔首相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正式废除了谷物法，标志着英国从农业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英国把自己打造成世界的工厂，向世界倾泻工业制成品，同时吸纳全球的原料和粮食。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英国工业产值占全球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英国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第8章，维多利亚时代议会改革与民主的扩大。1837年，年仅18岁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开启了她在位64年的漫长统治，1837至1901年。她的时代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全球霸权的巅峰，也是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并非专制的君主，她尊重宪政传统，很少直接干预议会决策。她的形象转变，从早年活跃于政治事务，到中年以后成为不干政的君主，恰好顺应了王在法下的宪政传统。在她统治期间，英国的政治民主化明显加速。1832年改革法案打破腐败选区。在1832年之前，英国下议院充斥着腐败选区，一些荒废已久的人口寥寥的小村镇居然还可以选出2名议员，而急速成长的工业重镇曼彻斯特和伯明翰这样的新兴工业城市却没有一个议席。下议院被贵族寡头牢牢把持，中产阶级和城市居民没有政治发言权。辉格党政府首相格雷伯爵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终于在1832年推动国会通过了改革法案，重新分配了下议院席位，将议席从衰败选区转移到新兴工业城市，并将选举权扩大到城市中产阶级，大约增加了约20万选民。1867年改革法案，工人阶级初登政治舞台。工人们对1832年的改革深感失望，他们并不在扩大的选民之列。激进派掀起了群众集会浪潮。保守党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为了政治得分，主动提出新的改革法案，将城市工人阶级有一定财产门槛的熟练工人纳入选民行列，选民人数从约100万增至约200万，规模翻倍。1884年改革法案走向男性普选。格莱斯顿率领的自由党政府在1884年至1885年间进一步推动改革，把乡村成年男性的选举门槛降低到与城市同等水平，
基本实现了成年男性户主的普选，而妇女和无业游民等极少数群体仍然被排除在外。3次改革法案逐步将英国从贵族寡头统治拉向现代民主制。责任内阁制的成型，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内阁在下议院多数党中产生，首相由多数党领袖出任。如果内阁在下议院遭遇不信任案，要么辞职，要么请求女王解散议会重新大选。这种责任内阁制在维多利亚时期彻底成熟，下议院至上原则深入人心，君主变成统而不治的虚君，真正的权力转移到由民众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手中。与此同时，文官制度的改革为帝国的日常运转提供了人才保障。1854年，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奠定了英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基础，根据专业能力通过考试招聘文官，废除了贵族把持行政职位的旧习。这套高效廉洁的文官体系支撑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海量行政事务。第9章，帝国鼎盛维多利亚时期的日不落传奇。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日不落帝国的鼎盛期，帝国的版图覆盖全球约1/4的土地，几乎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面积的2倍。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加拿大、加勒比海、西非、南非、印度、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维多利亚女王在1876年被印度议会尊为印度女皇，标志着英国君主正式成为印度次大陆的象征性统治者。帝国的扩张依托于皇家海军的绝对优势。英国执行2强标准，皇家海军的实力必须等同于全球排名第2和第3位的海军总和。特拉法尔加海战1805年的胜利确立了英国100年海上霸权。此后1个多世纪里，没有哪支敌军能在公海上挑战英国海军的制海权。自由贸易与金本位，帝国的经济武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以金本位为核心，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与此同时，自由贸易政策为英国商品打开全球市场。英国把印度变成了棉花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变成了粮食和原材料的供应地。第10章，从光辉孤立到世界大战的边缘。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后，爱德华7世在位，1901至1910年，延续了英国繁荣，但挑战已经暗潮涌动。德国的崛起威胁着英国的海上霸权和工业领先地位。威廉2世推动大海军建设，试图挑战英国皇家海军的制海权。英国被迫放弃光辉孤立的外交政策，先后与法国于1904年签订制城协定，和俄国于1907年签订英俄协约，结成松散的外交同盟，共同遏制德国的膨胀。1911年，议会法进一步限制了上议院的权力，上议院不再能否决下议院通过的财政法案，其他法案也只能拖延2年。英国的政治重心彻底向下议院倾斜。终点站，大英帝国留下了什么？回顾这段从100年战争的废墟到一战前夕的旅程，我们看到英国在400多年间完成了几次惊人的逆袭。制度上的创新是英国最根本的独门武器。光荣革命把王在法下的原则制度化，确立了君主立宪的宪政框架。责任内阁制、独立司法、文官制度改革，让英国既保持了政治稳定，又不断向社会下层释放权力。3次议会改革逐步扩大选民范围，让英国在19世纪末走向男性普选。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欧洲大陆常见的暴力革命，让英国在社会平稳中不断进化。皇家海军是帝国的保护伞。从击败无敌舰队到特拉法尔加海战，再到无畏舰的革命，皇家海军从未在海上遭遇根本性失败。它不仅保卫了英伦3岛不被入侵，还为殖民扩张和全球贸易扫清了障碍。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的动力来源，蒸汽机、铁路、棉纺织机械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煤炭、钢铁、纺织品堆出了英国惊人的经济实力。全球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中期掌握了几乎全球工业产量的1/3。全球帝国则为英国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战略纵深。印度是帝国的皇冠上的明珠，加拿大的小麦、澳大利亚的羊毛、南非的黄金钻石为英国经济注入活力。殖民地的市场和原料配合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使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政治弹性也许是英国人最值得玩味的气质。光荣革命后，英国以和平改革取代暴力革命，议会改革法案在街头骚乱的压力下以合法程序完成，废奴运动以议会立法的方式终结了罪恶的奴隶贸易。
这种能用法律解决的绝不动刀枪的政治习惯，让英国躲过了许多欧洲国家在19世纪经历的动荡。帝国的阴影。但我们也必须记住帝国的另一面，奴隶贸易的暴利曾是英国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爱尔兰大饥荒期间，英国政府的冷漠与无力造成上百万人死亡。印度殖民地曾发生惨绝人寰的饥荒，在非洲、亚洲和加勒比地区，殖民统治伴随着暴力、剥削和文化压迫。日不落帝国的遗产不仅是铁路、英语和议会制度，还有至今未愈的殖民伤痕。百年帝国的启示。回到最初的问题，英国是如何从百年战争的废墟中一步步崛起为世界霸主的？答案是，制度创新构筑了稳定的国内秩序，海军霸权保障了海外扩张的空间，工业革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引擎，全球帝国则源源不断地输送资源和市场。这4个齿轮咬合在一起，推动英国登上了世界之巅。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英国人以为自己会轻松赢得一场短促的战争，没有人预料到这场战争将耗尽帝国的财富，分裂帝国的心脏，并为帝国的最终瓦解埋下伏笔。但这都是之后的故事了。感谢您跟随我们走完英国崛起的这一段旅程。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与帝国的余晖。欢迎点赞、订阅、分享。我是劳伦斯星辰，我们下期再见。